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威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一。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明知道死去要再回到我配得上，战斗地地道气人流。当流量成为迷思，掌声归于沉寂。音乐人们如何寻找下一个音符的落点？我觉得每一个歌手都需要一群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特色跟音乐方向。有歌第2季，这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音乐成长训练营，这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交流场，公平保障每一次发声，平等激发每一分灵感。新生在此集结，过往皆为序章。他们用为期3个月的专注打磨，完成从潜力到实力的绽放。乐坛前辈们以专业发声，托举每一次珍贵的突破。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不可信。梁元，资深乐评人。这首歌发挥不了你的个人特色。蔡老师，知名声乐博主。你的音色非常的好，但是你的表达没有。影子，中国音乐剧领军者。如果我是你，我宁愿就成为一个专职制作人。任天宇，唱片公司音乐总监。能听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让我感觉听你的歌有画面。唱歌的那个感觉，我很像在你的耳边说话。我不想再让你再照顾我，我想让你替你自己想一次。音乐人们以歌为镜，照见自我。有歌舞台持续焕新，再次迎接一位又一位闪耀的新生。以我心声，见我心声。静候万象破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歌第2季。第1轮音乐人初亮相的考核主题是我是谁。在本季初亮相小考中，音乐人们需要根据当期主题自定曲目进行演唱。参与考核的发起人、助阵嘉宾和行业团，每人拥有一张代表守护的 S 卡。在考核的任意时间内，一旦被音乐人的演唱打动，就可以发出 S 卡，表达对该位音乐人的支持。每场获得 S 卡最多的音乐人，将获得一份特别选择权。此刻，首考开启，我是谁？请你作答。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商议一下，哲哥先想看到谁的初舞台展示？有一个人，其实我一看到他的简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彩铃时代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哈？在彩铃时代有很多音乐，其实是勾起大家对于音乐的讨论很特别的一个时期。像老鼠爱大米，所以从彩铃时期走过来的欢子，其实还蛮引起我的注意。欢子，加油！欢哥加油！欢哥加油！祝你成功。Hello， 各位老师好。Hello， 第一次接受检验。大家好，我是欢子。出道22年，我的标签很多人都给我贴上了一代人的回忆。那个时候的歌手 ，MP3 里面的这个声音，今天来有歌
希望能让更多的朋友和粉丝能更了解自己。欢子其实挺厉害的，在欢子的巅峰时期哈，就是连周杰伦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有点厉害哦。因为我已经沉淀了10几年，就是整个就消失在这个音乐圈了。我刚开始在我小有名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那个时候我写的歌出的专辑就是出一首火一首，出一首火一首。但是呢，在最顶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在电视上来展示自己。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在有歌更多的展示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提升，给大家带来一些回忆。唱一首我曾经的代表作，叫做《心痛2009》。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哦，这首歌啊。哦。你的脸贴在我胸口，泪水早已渗透了我的衣袖。你我都沉默了许久，不该说的话你终于说出口。拥抱过后你转身就走，我笑着说再见，心却在颤抖。我已没有勇气问你离开的理由，想说声爱你已很久，可我从来都没有。以前我对你不够好，我也很难受，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抓紧你的手，失去了你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心虽然很痛，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将爱说出口。现在想说声爱你已找不到借口，失去你以后我连呼吸也好难受。谢谢。谢谢欢子的演唱，真的有一种立刻回到10几20年前那种感觉啊。娜娜知道什么是彩铃时代吗？因为我是00年出生，所以其实……哎呀！沉寂了这10年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开始去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复出以后，你打算怎么去面对这个市场，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这么多年没有出来嘛，所以我会觉得我是一个被遗忘的歌手。出来其实我蛮有压力的，因为可能现在太多的新人，可能1个月就会非常厉害的新人。你看，这全都是很厉害的人，对吧？因为毕竟在这个圈子，肯定要不断有新音乐、新作品，甚至你要曝光。所以我今年出来，马上就是我开了自己的巡演。第1场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就是会不会有人来看我啊，或者会不会有人记得我？当第1场爆满的时候，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会一直在，只是传播的方式不一样。那我就说点不好听的哈。哦，元哥来开刀了，开刀了。哎呦我，他来了，他来了。不要慌，不要慌。我觉得这很正常。对，因为当年听你歌的人，现在有机会买1张票。他们消费了，消费了就结束了，就有很多人可以靠一首歌吃一辈子，这首《心痛2009》，就在今天我听起来最动人的是开头那段女生的采样。
这并不代表你的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东西。你的东西可能真的是传唱度非常高，你的旋律一听就会。但是你其他的地方，在我来看是跟这个时代的优秀歌曲是严重脱节的。我要反驳一下刚才你的观点，因为我当时的歌太火了，所以他只会给我贴标签，他并没有听到我小众的东西。没有人去留意你关于小众的东西啊。或者稍微所谓的时尚高雅，我怕冤枉你，所以我把你过去10年的歌全都听了一遍。过去10年的音乐里面，其实你的音乐风格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你音乐的问题。在我这一代的歌手，我是唯一一个开个人巡回演唱会，而且体育馆、万元体育馆，就是我。这不重要啊。这我觉得蛮重要的。作品是检验你这么久以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说句很残酷的话，虽说你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但是其实市场没人听这些故事，市场只接受一个很残酷的结果。因为我觉得，那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你主观的观点，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意见你爱听不听。这个气氛好低沉。元儿哥冲的是猛啊，元儿哥！一个听过你过去10年所有作品的人，在这个房间里边，我认为除了我，应该没有第2个人。OK。你好好想一想是为什么？OK。曾经你的作品被那么多人听过，好吧 ？OK。对于欢子来讲，这可能是他真正产生改变的一个机会。他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其实要看他真的是否能够突破自己以前的那种音乐风格。你刚才说所有的人，都把你遗忘了。那我告诉你，有一个人没有把你遗忘，哎，你知道是谁吗？是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过去也不知道你，谈不上遗忘，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下过一首彩铃，所以对不起啊，我没有在你的辉煌时代是你那个是个死角，我生活在那个里面。刚才听了《心痛2009》，哪怕我回到2009，我在那个时候听到它，我依然不会选择去下载它，因为它不是我的技术审美，也不是我的艺术审美、音乐审美。你说那曾经是我的代表作《心痛2009》，你确定你接下来能够有的这个新作品能够替代它成为你的新的代表作吗？我为什么刚才会提到我发一首火一首？其实我的代表作起码有7、8首，随便拿一首出来，大家都会听过，所以我才开个人巡回演唱会。这是最起码一首歌才能开演唱会的。这是我自己的底气，但是那也只是曾经的底气。所以我来到友歌的舞台，我必然要想办法或者储备力量，能拿出一些更好的新的作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像什么香水有毒啊、老鼠爱大米啊，那个时候，哇塞，那些歌曲。我那个时候跟香香他们那几个，就是那个时候网络歌手，都是一起的，就是也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其实歌曲它在那个时代真的是，还是算它的代表作。我是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争议或者讨论，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有一种音乐类型让大家可以这么激烈的来讨论，其实也蛮特别的。欢子老师其实他代表的某一个时期跟某一个年代的一个音乐审美。还有一个大众对于音乐的需求。那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舞台，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谁，那你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你自己个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呢又能在10年之后精准的抓住现在的属于你的听众群。好，我继续努力，加油。各位老师不要忘了，你们每个人有一张 S 卡。哦，谢谢，谢谢。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欢子，包括欢子这些歌，我每一首我都会唱啊。看着这个时代过来的，我认为如果你继续遵循你的风格，也许会有
不一样的效果。真的是当歌手这么久，第一次就是被考试。付出以后，你就要开始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经常被考试啊。OK，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老师，好，谢谢大家，欢子，谢谢。欢哥，哎呀，好，怎么样？你解脱了？这是你解脱了。我觉得很放松。灵魂拷问。哲哥，那么继续选第2位呗。我看到一个我很熟的名字，4、5年前了啊，曾经跟他合作过。下一个是谁呀？盲猜一下，盲猜，下一个刘凤瑶老师。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我。哎呦 ，Hello， 老师们好，我叫陈卓璇，我是从2016年开始从事唱歌这个行业。今天要给大家唱的一首歌是叫《记忆点》。所以你才选择离开，这算不算最后的答案？别不说话，我的亲爱，却又害怕你真的松开，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之前赶回来，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时说爱，太多的周旋还不会收敛，我找不到原因，我假装渐来弱着翻翻你的从前，别在意我在你回忆里变得好玩，像是影子和光走散了你我的无暇，成全离开也是为爱，正所谓是落个圆满，找时间来握着翻翻你的从前，我们从不必会说再见，为了再见，最先忘记的并非你的样子，而是缺点，拖着回忆赴一个人的约，画面剩我一个人在左边。好听的，好听的。其实你这些年已经参加过很多档音综，你觉得你站到山顶上了吗？开始了，开始了灵魂拷问。我就猜要问这个问题。那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可能我在某一个阶段看到的山顶是这么高，可能我站到了这一个山顶之后，我就想攀到更高的一个山顶去。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我想要达成没有达成的东西，需要我去努力的。我总觉得爬山这件事儿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你多高，山顶多高？我觉得你离山顶太远了。我想问一下梁元老师啊，你觉得陈卓璇这个山是哪儿爬的不对了？我没有太听懂。我觉得陈卓璇的音乐其实缺乏记忆点。那你觉得陈卓璇是哪里没有记忆点？刚才这首歌你听过了，它有记忆点吗？你觉得是他唱的音色没有辨识度，还是说这个歌本身它没有辨识度？记忆点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乐评人就是有自己的主观的审美喜好。我的审美喜好本身就是
陈周璇这一类的女歌手。这首歌是体现了你音域的宽度的，那你的整个律动感，你的整个语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其实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参与这个节目，说明我们已经被一部分的观众认知了，或者是节目组也认为我们是合格的、有一定辨识度的一些歌手们和音乐人们。我们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老师们可以帮我们提取我们辨识度中最重要可以去发挥和放大的东西。作品说话，舞台说话，音源说话。老师们认为他没有记忆点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服。从你的音乐历程来看，我觉得你一直很矛盾。你一方面在唱这些就是很普通的情歌，另一方面你又想去做出一些很属于自己的有辨识度的创作的东西，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给了自己一个标签，很少有音乐人是敢这么在自己的简历上写的，叫做啥都能来，优势是只要我想唱的歌就能唱好。那你不如就唱一首英文歌给大家听一听。对，那有一首今年发行的英文歌是我自己写的词曲，叫《深海之息》。Find the light in the dark, doubting myself again. I'm getting stronger, stronger, stronger. Now sleep and keep your lullabies for others. 歌词其实我除了 stronger 一句没有听懂。歌词 text 内容是一首歌的核心部分。Finding light in the dark。哇，声乐老师你听得出来？我们山巅必须是他走上去的，而不能够是抬上去的。他必须要走得坚实。有没有人要给出 S 卡的？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哇！我给好了，我给好了。哇，这么多，这么多！哎呦，2张就出去了。他得到2张 S 卡了。对呀，2张，应该的，应该的。多印2张呗。给这个 S 卡，其实更多的是在鼓励他。我觉得静茹会是一个很好的 model。你们的声音都非常的美。我想没有人会记得静茹在唱《勇气》之前，她唱的是什么歌。但是当她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她的声音也就被大家记住了。你的声音是大家记住，而且接受，而且乐意去听，才是你现在要找到的那个点。真的能够找到的话，我相信，你要爬上比静茹高的山峰也不是难事。谢谢，谢谢老师。老师们看看吧，接下来想对谁进行考核？我要看欧阳娜娜她妹妹。对呀，4字妹妹。好啊，4个字妹妹。好，那接下来就请欧阳弟弟来到考核间。长大了好多啊！老师们好，我叫欧阳弟弟，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女团成员。然后这次我要带来，哎，你咋这么宠溺的看着我？我这次要带来的一首小考的歌曲，是我4月份写的一首歌，然后是我第1首写的歌，然后希望可以带给老师们。对。The night I'm with you, you tell me you want to.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but it was going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t was wrong and wrong and wrong. 声音都好像啊。The things you told me, I feel that you're lonely. You can't let me stay, and it was going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t was wrong and wrong and wrong.
Every phone calls at night, it was telling you wanna stay with me. You're gonna regret everything you say. I never let you know. Never tell the truth that I want you. Tell that I need you. I wanna stay with you, making all the happy memories with you. But you always choose to step in back.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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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哇，好好听啊！我们先来看看有没有老师会给出他的 S 卡涛哥，我们在后面听的时候呢，啊。原本第一个唱完，最后讨论完之后才给，为什么变得是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搞得人很紧张？因为这样对你的音乐感受会更加的直观，啊，yes 印象会留得最深嘛。确实。好狠心，你不给啊？我不合适给吧？不是他不是给我，你我客观客观真的我就很喜欢弟弟的这个，我第一次听你唱歌哈，弟弟啊，唱歌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松弛，很像在你的耳边就是在说话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的这个吐字呢，就让我很舒服。对我是非常喜欢他演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静静的，然后很投入，他把这个麦唱出了那种电流麦的感觉，唇齿非常清楚，对，所以我觉得很喜欢。谢谢姐姐。我给吧。真的吗？那我过来。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好，我老是看你视频，老师。谢谢。我比你大好多岁呢。没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唱跳女团的成员？是的。然后你在你们组合的担当是什么？主要负责 vocal？因为我们是一个限定团，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任何说是有一个所谓的担当。但我认为我唱歌还 OK 啦，一直 OK， 挺好的呀， OK， 挺好的呀，音色也很不错。谢谢。好，我现在非常的好奇啊，我就想看一下，弟弟这个跳舞是不是？对。好，没问题，给你们展示一段。哇。一看就是女团。确实比你跳的好多啦。Anytime。你们对我很 nice， 我很感动，谢谢你们哦。不是这边不 nice 来了啊。nice 的人留在最后啊。不 nice 的没说话呢。那我就先把难听的话说了。没问题，我等很久了，等很久了，期待。好。场外的人都在笑，太恐怖了。杨洋老师变得很在意了，你打开你自己。我没在意，我就是感觉他们在准备看热闹，对，然后我就准备深吸一口气来说，对我觉得。加油。谁能忍心说呀？你说能忍心吗？好，我加油啊！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让别人能够感觉到你除了欧阳娜娜妹妹以外，其他的标签？我觉得这个标签就是在我身上，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我觉得我姐姐是欧阳娜娜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时代和环境是允许2个女生一起百花齐放，而不是要一拿出来就是做比较。所以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去说谁更好，或者是谁比较好，每个人都在每个人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并不会想要摆脱，因为我觉得等我成长或者是我有好的作品的时候，人家也会因为这个来看到我，而就算他知道我姐姐是哪比，也不会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们2个人都能一起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音乐、更好的舞台。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彼此想要的一个东西。讲话情商挺高。你回答很好，我在你的创作里面看到了很多非常细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你是唱进去的，你跟娜娜其实不一样。我会努力继续把歌技术唱好，然后学习。谢谢老师。开始就上学，在音乐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演员，也是歌手，所以我也经历过，就是大家会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来源我是欧阳龙富娟的女儿，所以我知道走这条路是需要时间的。他作为一个去年刚出道，我觉得他有太多需要学习。当你不够能独当一面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承受这一切，然后你只能去更努力的精进自己的业务和专业水平，这也其实还是我自己在努力的部分。我作为姐姐私心啊，我会认为她来到这个节目就是应该被老师们鞭策。没错，我也赞同。对，现在夸的我也有点担心，就是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的。Hello， 我知道，我会的。好嘞，恭喜弟弟，恭喜，拿到了1张 S 卡。Give me a hug。好，拜拜，谢谢。Hello，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王燕薇。欢迎燕薇啊，来台上请。嗨，你好，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我出道7年，对，很开心可以分享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很爱流行音乐，然后我写了很多歌，我也入围金曲奖。我这首歌是《离开我的依赖》，是写给我妈妈的。啊，5年前的一首歌。我来不及倒射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沉默是谎话。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地离开我的依赖。多少让人冲动的夜晚，你叫我别回来。我挣扎看你的脸，憔悴的心怎放得开？我来不及倒射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沉默是谎话。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地离开我的依赖。我想要痛快地离开我的依赖。谢谢。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这首歌是写给我妈妈的嘛。我妈妈那时候中风了3天。我一开始想中风完了，可能就是半身不遂，可能就是嘴巴歪，可能就是不能说话。我觉得我这么努力的打拼，就是还想要再跟她说话，我觉得会不会就真的是最后一次？然后刚好我爸爸在5月中癌末过世了。那时候我其实1个半月都振作不起来，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没办法就是这样子消沉下去。我很想可以照顾我的家，然后我想要扛下这个责任。我觉得父母太辛苦，我要坚持住，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我就全部的情绪灌在这首歌里面，把这首歌当做我的这个求生的锁链。我写下去，
然后我就觉得我获救，我没有被我的情绪给淹没了。但我没有想到那一天就是这首歌爆红的日子，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很感谢。我来不及老是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沉默是谎话。你掉下了，我只能旁观。这个是哪一年的作品？可以问一下吗？5年前的。5年前，那就是20年的作品。对，20年做的，但是到今年它才火起来。一首歌，它到底好跟不好，有非常多的元素加持它。不光说是这个歌本身，一歌如一人，就跟人是一样的。一首歌有它自己的命，对，不是说它，它足够好，它就一定会大火。其实人也是这样的，不是说他唱得够好，就一定会大火。所以，但你现在已经决定你未来想要走的道路了，我也觉得，很想支持你。谢谢文文。所以我觉得这一张呢，你值得的。谢谢。我是刚刚去马来西亚旅行了嘛，然后一个很 happy 的一个国家，但是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现在在马来西亚，就是当地人都爱听什么样的歌，然后什么歌在当地最受欢迎？我觉得就是中国这边的流行的歌，因为像那个跳楼机啊，大家都会唱啊，而且我这首歌也是从中国火回来的，就是我其实马来西亚人，我出道这么久，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但是就是红了之后，大家说哇，马来西亚的，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啊。对，在那边有很多华人都是听我们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嘛。对。但是呢，其实，在经过你们自己的这个各种这个反刍之后呢，其实你丢回来，更滋养了我们这个华语流行音乐有更多的这个新的一个可能性在里头。所以呢，真的非常欢迎你来到友歌的舞台。好，谢谢张信哲老师，表现得非常棒，谢谢，非常棒，谢谢。各位老师们，看看接下来我们让谁来考核呀？我们想看男的还是女的呀？这个拍全网粉丝有7600万，哇！对，这个很厉害。这得排前10了呀。我们很好奇，大网红。好奇，那我们听一下。可以啊，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好不好？以及求知欲，想问问他怎么能够弄到这么多。对，好 ，OK。有请下一位音乐人进入考核间。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微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1。地家人善赢天下。感谢嘉善县人民政府嘉善硅谷制造小镇的大力支持。这个好，老师们好，我叫白小白，然后我的真名叫白杨，然后2016年出道，发了将近100首歌，哇，然后我就今天拿出几首代表作串烧到一起送给各位老师，一首已经完全不能代表他。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从不问归期，像太阳升了落去，无论朝夕。我爱你就像云飘了千万里，都不曾歇息，像白雪肆虐大地，茫茫无际。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毕竟深爱过，退一步却又舍不得。最痛苦莫过于还不得忘不舍。就
绪在拼命的拉扯。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尽管到现在你会叫我委屈，只可惜爱情再回不到过去，再爱你一次。谢谢老师，谢谢白小白。就你刚刚串烧的这些歌啊，我估计全网的这个什么播放量啊、点赞量啊、转发量，我都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来形容。没有，我之前翻看那个平台的时候啊，你的那个最后的一首爆款歌曲是在2020年前后。对，在最近的5、6年里面，你也发了一些歌曲啊，但是也没有之前那么火爆。你能够告诉我们，你觉得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我觉得不是我问题，现在歌不好推啊，现在。对，小沈阳上来了，他说的对呀。我也一直在发歌，我每个月都在发歌。我觉得这个跟歌曲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跟市场有关系。我没觉得我做的音乐就是一直跟以前一样，我觉得我一直在超越自己以前的音乐，但是可能永远超越不了经典吧。这个问题可能不在这儿，他呀每周大部分时间在卖货。反正我是经常进你直播间看你。那你买没买呀？我光看不买。你直播的频率大概是每周几次啊？比如说你带货，你要准备这个前面的很多东西，然后你每天的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老师，我直播天天播，但是我不一定每天带货，就是我直播的时候也会陪伴粉丝，给他们唱歌。是这样的。他们也是我的基础嘛，我出新歌，他也会第一时间听到嘛。对，是这样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在今天，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啊，我想说，其实在座的没人有资格跟你谈什么，因为你7600万粉丝了，对。但是其实音乐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有啥问题？你的音乐其实是很具传播属性的，但是这些传播属性可能不来源于你白小白的演唱。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可能是那个很容易被替代的角色，而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老师，您这说我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那别人为什么没赶上？你咋没赶上？对吧？就是。我也赶上了呀！你是不是全网都骂我呢？那你看你得到的就是谩骂嘛，对吧？对，咱俩享受的不一样。你享受的是金钱，我享受的是……哎，不要说这么俗嘛。我觉得这个我肯定是没到那个高度嘛，因为毕竟来到有歌，我想跟各位老师学习，因为我大部分唱的也都是情歌，想跟哲哥好好学学情歌是怎么演唱的。我要是达到那高度，我就坐这儿了，我就，对吧？不是，我觉得不是演唱的问题，因为长的问题。你这也是不能乱接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可能对我来讲。我个人会觉得他的整个编曲有点比较套路。小白他的音色呀，就是很容易抓到人，就是一出来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也明白，就是你把这5首歌里面的所谓的一些最经典的，或者是你最想表达的部分，然后集合在一起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展示高看，你肯定前面会给它稍微有压住，但这个就是你开始就是到顶了。当然五个都到顶的话，我就觉得过得很快。但是回想一下，好像最后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你的这个时间比较紧，编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老师今天站在这小考，就是我用最快的速度让大家知道我唱过什么歌就可以了。我没有说觉得更深入的说我唱的多么好，然后怎么样。OK， 说到了你的音色，那么举个例子，我们张信哲老师，他的音色是非常美的，叫 crystal clear。什么水晶球般的那种透明和圆润，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去看到自己的未来的 fortune teller 的那种。什么掏什么？老师啊，
哎，学院派就是这样拽的，就是这样拽的。可是比他的音色更打动人的是他演唱的方式，他的表达。有的人音色并不好，你跟他的水晶球比，那简直是一个不规则的土块儿。老师，你要说我土，你就直说我。哎，没有，不是，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哎，没事，我可以接受的。你的音色非常的好，但是你的表达没有。老师，您不会通过这1分多钟唱了5首歌就那么我们听得出来我这首现在歌的表达？剪一首，其中哪一首是你自己的作品？最美情侣啊。最美情侣对是吧？对我们现在简单的这个4个乐曲，4个 phrasing，我们来重新唱一遍，好吧？唱出你的表达。好的。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好多了，你们觉得呢？就是清唱的时候状态，他那个更加真诚都会好。所以你能够唱好啊。谢谢老师。认识我了吧？我给了你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对，老师，我叫影子。OK。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一段播出以后，你觉得你这个7600万粉丝当中，有多少人可能转换成我的流量？转换成您的流量啊？我觉得您的粉丝不会喜欢我的粉丝，也不会喜欢您。我保有了我的尊严。谢谢你这么说。没有没有没有。各位老师，有没有人要给出 S 卡？小白，我觉得一个专业的歌手，其实他除了把歌唱好，然后有热歌之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一个歌手，这个事情要让大家非常确认的。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这个音乐的表达，它才是真的有打动人的那个诚意。对的，这个我之所以今天能站到这儿，就是因为我还热爱音乐。谢谢老师们，谢谢白小白，谢谢。老师们好，我是高瑞，我是一个比较冷系音色的玩家，然后今天带来一首歌叫《归巢》。谢谢。好，谢谢高瑞的演唱。他唱得很好，
各位老师，有没有人要给出 S 卡？我想给。谢谢。我也想给，怎么办啊？啊？给呀，想给想给就给。你节奏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老了。给吗？哦，高瑞收获了2张 S 卡。挺喜欢你整个人的风格和气质，这听起来蛮难的歌，你唱起来很舒服，然后很顺，让我感觉听你的歌有画面感。对，谢谢。其实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声音跟唱法，能听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虽然我感觉你唱到最后好像有点，不知道你产生了什么心理活动，反正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波动了一下，最后有点紧张了，对，有点唱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是不伤大雅，然后长得又很好看，然后对，所以就很喜欢。谢谢。你先说最后为啥波动了？我不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个，哎，我好像要唱完了，哎，我真的要唱完了，然后一下就紧张了，然后就气就卡，一下就卡。紧张，超紧张。哎呦，你在怕什么，高瑞？你在怕什么呀？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怎么这样？被自己气笑了，被自己就是太没用气笑了。你今天选的这首歌，发挥不了你的个人特色。你这首歌唱出来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那种感觉，摆烂感。你唱的上气不接下气，但你是一个很游刃有余的人。让我有一点意外跟有点失望。跟你在网络平台上面表现的东西真的是差太多太多了。我真的也觉得这首歌不是你的最好的发挥的水准。你既然已经站上这个舞台了，而且你既然已经要唱这个作品了，那就真的把它演好。对，有一点绑手绑脚，然后施展不开。刷过他视频的人都觉得蛮意外的。我觉得也不要沮丧，今天这样子是好事情，因为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在哪里。接下来在你的大考上面，你就可以相对的有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要的东西，然后也希望你在大考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对，鼓励自己。谢谢老师们，谢谢高瑞，谢谢。谢谢了。那么多老师们在帮助我、安慰我，我也在慢慢强大自己的内心吧。就是我也希望不要辜负他们，也不要辜负自己。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比1比1，全球销量第一，营养均衡就吃1比1比1，精彩马上登场。Hello， 老师好，老师们好，我们叫做卓海豚。好，我是林哲宇，我是浩帆。对，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快速有效的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的板子，我会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吧，好吧？好，首先呢，我们是2个人，左边这位是我的好伙伴，他叫肖浩帆，然后这个是我，嘿，然后我们叫卓海豚，出道了其实挺久的，代表作品非常自信，没有，对，然后音乐经历呢，参加过选秀，对，也挺多的，但是就是没有代表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IE 浏览器，就是 IE 浏览器。看得出来，2个人，一个 I 人，一个 E 人。这一季呢，来到有歌，我们想成为有代表作的人，然后接下来就是专业能力，这些就不用看，没事。什么？专业能力就不用看了？没事，因为等一下就能看到了嘛，对不对？等一下就能看到了。下腰歌是什么？不是，他是吉他手。但是他的吉他就像是乔丹打篮球有一个自己的 mark， 他的吉他的 mark 是这样的，有机会之后的舞台他肯定会下给大家看。好的。你能不能让下腰哥说句话呀？是。不，
我意思是那个，对，我同意他的那个说法。好，来，接下来请卓海豚乐队带来他们的歌曲。现在给我你的手，生活太过拥挤，早已喘不过气，现实耽误野心，政治对抗回忆，笨拙的重复做一个深信不疑的梦。仇恨太过偏激，崇尚自私自利，总是盲目相信，批判了这不必，谁能够把灰暗的世界画上幸福的颜色？现在给我你的手，放掉过去的种种，留给彼此是微笑。在最后一秒，末日就让它来吧，反正也一无所有，可能有一点不舍，爱我的我，爱的人。谢谢卓海豚乐队带来的演唱。有人要给出艾斯卡吗？我觉得我要考虑要给出我的这张 S 卡。哦，谢谢老师。Guy， 很棒，好吗 ？OK。你们两个人非常适合在一起，让我想起了那些最优秀的世界上的组合，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基础。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立意，你们自己的创作。谢谢老师。你知道我自己作为评审的生涯，我的生涯的第一次开端是做一个男孩秀的评委开始的。鉴于你们今天是唯一的两个啊，还有啊，还有啊，刘凤瑶，你看见名儿，你以为是女的？刘凤瑶是一个男，你看见名儿，你以为是女的？男，凤瑶是一个男。您不是第一个把凤瑶认为是女生的人。凤瑶是男士。我在看这个歌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落入了某种俗套，这完全就是一个狗血的标题。末日前，我与仇人拉着手就跑，就是在我看，这是一个非常短句式的标题。例如重生之我到山顶让你高攀不起。但是短剧现在是最火的耶，但是它不浪漫啊。好吧。我作为一个听众，我可能会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末日的歌写得比你的好？对，比如说有一首歌叫《End of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orld》，听过吗？当那样的描述和你这样的描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难认为你这样的东西真的是浪漫的。你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透露出你生活里面是比较苍白的。我们也只看出有透射出这个梁老师所说的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相对于梁老师说的这首歌《The End of the World》，那才是小爱呢。
我失去了你的爱的时候，世界就走向末日。在这里，它体现的是一个相对比较 justify 的一个大爱、啊。我觉得这就对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创作里面特别要避免的一个东西，叫宏大叙事陷阱，千万不要掉到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试图用自己很小的能力去描述某个特别大的事儿。虽然说得到了很多意见，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写下去。谢谢，谢谢，谢谢。等于白说。不，我们有一个原则叫虚心接受，拒不改正，这艺术家都应该这样。没有，我接受。没，我觉得虚心接受是应该，而且坚持写下去是应该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创作就是不断的，你知道磨练自己、打磨自己，然后交出更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给出的这些意见，其实都是在希望帮你们做到更好。谢谢。恭喜卓海豚乐队组合拿到一张艾斯卡，恭喜！接下来有请刘凤瑶进入考核间。一位音乐人出道10年的新人。大家好，我是刘凤瑶。一位音乐人去到那个小考的那个现场的时候，心情无比忐忑。我大概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因为真的很久没有站在那里很近的距离，手心里也出汗了。各位老师好，我是刘凤瑶，性别男啊。听到了。我是一位，等一下啊，我想一下台词，特别。我是一位出道10年的新人歌手啊，我写过很多歌。这一次来有歌，主要是希望更多人看到、听到我的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我之前发过的一首歌，叫做《感官先生》。那就忘了吧，忘了吧，忘就忘了吧，忘了吧，肉麻容易尴尬。那就放下，放下，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嘛，关怀。总有上不上，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富有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迷人灯火都有睡不着。适合一说，反正一个人能错，2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哪没梦走？爱的越多越没把握，越是有话不直说。像我这种性格，干下2个管他多不够。I don't know。好，谢谢凤瑶带来的演唱。请问有没有老师给出自己的 S 卡？这边。好。哎呀，元哥，谢谢，我很困难。我觉得这张 S 卡就是我欠凤瑶好久了啊。这个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唱得好，有技术难度，这是符合一个我认为华语乐坛一个非常优秀作品的标准，就是这样。谢谢元哥。
凤瑶也是就是我的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的制作人。哦，就是他不仅自己唱得好，而且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歌手合作，真的非常多。他那个。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太多方式反反复复，一幕一幕失了又失，靠维持这片天，光芒多耀眼，梦燃烧在胸前。那在你自己写的歌里面，他为什么没有你通常给别人的歌会容易火呢？我觉得歌红不红这个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就刚出道的那一会儿，最初来到这个北京去想做这个行业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能够唱着自己写的歌，这是最初的一个点。但是我发现唱有的时候很难，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先让别人帮我唱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有了机会，我再能够自己演唱，我觉得也挺好的。凤瑶，现在看到的是，我又想当歌手，又想当制作人，很多时候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宁愿就成为一个专职制作人。啊？是，没错。但是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凤瑶，我都帮你急了，你就直接怼他，你就说我就想做歌手兼制作人，怎么啦？我就想做歌手兼制作人，怎么啦？对啊，就是好。这句是你的心里话吗？你真的是享受舞台吗？你想想，在天赐你参加了多少届了？我们每一个在天赐上面参加了很多届的这些歌手，很多都在歌手这条路上有飞速的提升。那你再看看你自己呢？然后有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人，这些人真的能够让你在流量上，或者说对大众认知的地位上有一个很高的提高吗？你的性格就不适合当歌手。对，你还对，我先是赞同，因为我确实发现了这个。你别赞同了，你就说不对就结束了。啊，不对。服务型人格，跟凤瑶也合作过。我的工作其实是要服务她的。哦，结果变得好像是那个你在服务我。哎，哲哥，其实我还有另一版的词。哲哥，听你。哲哥，你还有觉得哪里需要再调整？哲哥，你最后拍个板儿。我觉得这个制作人的角色跟歌手站在舞台上面的角色，你真的要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因为如果你还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讨好任何人。这种端水好好先生，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个水平，就是大家都好，那但是呢，大家都没有印象，也记不住。考虑别人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考虑别人的同时，你也要考虑自己的诉求。我特别想跟你合作一个舞台，现在我特别想用一个现实，我们俩假设就是要合作一个舞台，我不想再让你再照顾我，我想让你替你自己想一次。假设我们两个要合作，你就是完全掌控这个舞台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文姐，你说的是真的想跟我合作，还是说就举一个例子？他看起来他看起来像逗你了。他明明说的。文文那么实在的人。导演等会儿说定了啊，明天我就要跟凤瑶一起搞一个舞台，我话放这儿了。谢谢文姐，谢谢文姐。我主要是想看你给自己一次歌手的身份，到底能做到有多狠。好的，谢谢凤瑶。2026，我们努力都对你好一点。希望大家都好一点。拜拜，拜拜。最后，我们就有请于东然来到考核间。欢迎东然，台上请。Hello， 大家好，我是唱《听说你的》于东然，也是唱《座位》的于东然。
然后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叫做《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我把过去翻阅，可结局如漫天风雪。他们的嗓音都很有特点。地下铁有点冷却，爱的浓烈，越有阴晴圆缺，我们逃不过分别。假设这是幻觉，未停歇。我以为颠沛流离能走到你心里，光在每个昼夜更替，付出的只有我自己。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无处落脚的人海里，我们走向遇到分离，照片里的我们拼凑起点点滴滴。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卑微却不断的努力，算不算另一种失去？关于你，我只字不提。谢谢东然的演唱。我们现场已经没有 S 卡可以发放这个事儿了。哦，我知道。是哈。嗯，对。好，那我们听听各位老师对刚才东然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在开始的时候对你自己有个介绍，你再介绍一遍。大家好，我是唱《听说你》的于东然，也是唱《座位》的于东然。为什么呀？因为大家肯定都听过我的歌，但是可能对不上我的人，所以我想这么介绍，大家能够更直观的、更快速的认识我。听过这些歌吗？座位我还是听过，唱一下可能听过吧。可以。爱就不该成为我们的负累，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的手捧着玫瑰，承诺越伤都奉陪，而我始终学不会已被风吹散的眼泪，那失去的幸福该怎么追回？谢谢。你让我想到的是黄小琥。哦，你的声音有他这样子的特质，然后你的爆发力也跟他有很像的特质，长得有点像。哎，你觉得吗？对，就是那个感觉蛮像的，所以我希望吧，就是现在的于东然真的有一天真的可以成为灭绝师太，就是大杀四方，好吗？好。我觉得她属于女生里面比较大号的，就是很有冲击力的，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嗓音其实是属于男生里面，然后比较柔一点，很细腻的那种，就是属于反向的啊。你在这儿等着呢。对，你也是发出邀请吗？哇，对，我就是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们合作的话，看看会不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化学效应。在想，我觉得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好，那我们就掌声送给东然，期待你在合作舞台上的呈现。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东然，谢谢。下来再聊。这一季第1期的初亮相《我是谁》已经结束了，有2位都获得了2张 S 卡，他们将拥有第1次合作主舞台许愿的权利，把他们请回到现场。你们希望和哪位老师进行第1次主舞台的合作？我想和毕晨老师有一个合作舞台。选择理由是什么呀？她其实是我最开始接触流行乐的女神。今年我也是非常期待能跟她有一个不一样的舞台。谢谢。卓璇呢？我的许愿对象是哲哥，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刚好很适合跟哲哥一块演唱的方向。非常开心啦，因为其实这是跟卓璇第2次合作了嘛，然后而且又是一首新歌，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来
打磨一下，看怎么把这首歌让大家更有记忆点。好啦，我们来排兵布阵啦。文文是跟那个凤瑶直接摆上去就行了。我东然对。问号是什么意思？什么神秘嘉宾吗？谁呀？真的就是影视歌各期都有很好成绩的人。好，没有第二个人了。谁？就那3个字的嘛。一个个儿很高的。个儿很高的嘛。经过发起人的排兵布阵，其他音乐人也依次完成配对。他们将携手助阵嘉宾们，共同投入紧锣密鼓的创排。一场全新的音乐碰撞，即将在大舞台上见分晓。欢迎各位收看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沈涛。特别感谢东阳光耀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的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耀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首先欢迎为华语乐坛写下了无数情歌诗篇《有歌》第2季的发起人张信哲。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助阵嘉宾，欢迎刘宇宁、于文文、王铮亮、张碧晨、欧阳娜娜，表演嘉宾告五人。接下来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本季有歌舞台的赛制。每首新歌的诞生呢，都会伴随一个决定性的数字，叫做共鸣值，由我们现场的大众共鸣团、行业团共同参与投票来得出。根据共鸣值的高低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排名，排名会转化为音乐人个人的音符积分。你们的整个赛季积累的音符积分的总和，将是角逐最终年度音乐人荣耀的重要的评判标准。每一个积分都代表着一次真实的胜利和共鸣。那么在今晚合作舞台开始之前，我们首先会迎来一场极致的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张碧晨和告五人带来在榜推荐舞台《我想要占据你》。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耀独家冠名播出。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节目播出前，我们在微博有歌超话送出了本期16组歌手的视频小卡，大家有没有集齐呢？现在上微博进入有歌节目超话参与抽卡，还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快来一起收集歌手们的精彩舞台瞬间吧！只想跟随你的脚步回到家，可是暧昧告诉我不能这样，举止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会踉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不该？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前无可厚非。用诚实的身体
草，无话可讲。只想跟随你的脚步回到家，可是暧昧告诉我不能这样。举止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会踉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不该？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用真实的身体在亲吻你，才占据你的手机记忆体。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王位，却绝不后退。用可怜的双眼来问问你，可不可以让我抱紧你？太快的问候都有盲点，太慢的话语都有句点。刚好的距离是突破点，绝佳的时机要成熟点。太快的关系会有危险，太慢的进展会断了线。成熟的自己早该出现，幼稚的心理藏在里面。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用真实的身体在亲吻你，在占据你的手机记忆体。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王位，却绝不后退。我修炼着双眼来问问你，可不可以让我抱紧你？有没有被完全的占据？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和乐队来合作，我自己是很喜欢唱乐队的，但是他们因为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风格的，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所以我真是又压力有点大。但是好在我们这歌不参与比赛。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一首？当初其实是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歌迷最近都会拿手机一直拍嘛。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你们的手机都是我们的照片，这样会不会很占容量？这样子，就想到说，哎，好像可以写一个这样的歌。我们一直到有歌这个舞台是专门唱新歌的舞台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迫不及待，因为新歌它有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能量加进来，我们很想看看在有歌的舞台上会怎么样呈现，所以很希望跟很期待等一下看到各位的演出。那就请入座，开始今天音乐的碰撞。谢谢。接下来，舞台就将交给他们，也请所有音乐人做好准备，属于你们的舞台即将启动。哎，狒狒姐姐，我们今年的这个抽签盾牌设计的真的挺有安全感的。没错，说到盾牌呢，现在正是流感季，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也需要一道坚固的防线。像日常的洗手、戴口罩、室内多通风，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对，这些习惯呢，就是我们的健康盾牌。那要是要面对更严苛的挑战，还有防线要加固，怎么办呢？这时候，科学和专业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后盾啦。比如咱们东阳光药专注19年，可以说是很多家庭在流感季的一份安全感来源。真好，一下子安心不少啦。明白了，这个盾牌也是代表着专注可靠的守护。没错，那现在就让我们借这一份守护之力，请出我们首轮音乐人，通过这盾牌决定他们本场竞演的出场顺序吧。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抽签，从1到9来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我想要坐中间。我想最后一个。我想第一个。打头阵。我也想第一个。都想第一个。因为都是觉得第一个唱完就歇了。面前我们有9个抽签牌，大家可以依次选。来。
好，来是如愿以偿。我是首先登场的第一组，让我们欢迎音乐人陈卓璇、发起人张信哲。我们小考的时候，这个其他的老师他们觉得这个歌还不够商业，不够好，但是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首歌。您觉得哪一句是最开始最吸引你的？最吸引我的怎么办？我也是。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之前赶回来。它会是一个，甚至比副歌来说更重要的一个 ho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有记忆点了。我就不懂他们为什么。就是。这个歌我们可以好好的弄，它整个是情歌嘛，所以最主要的是情绪的东西。我觉得你声音里面的那个韧度，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发掘的空间。就像梁静茹嘛，她有很多的歌，其实并不会是用尽力气。其实有的时候轻松带过，云淡风轻，它可以传达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就是你就用讲的口气，就是更真的说话一点，松开。又害怕你真的松开。在音乐上，我当然是有非常大的野心和贪心的。这一次大考是做了更完整的编曲和设计的，性格里单纯的那个想赢的心还是有的，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吧。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所以你才选择离开，这算不算最后的答案？别不说话，我的亲爱，却又害怕你真的松开。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之前赶回来。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时说爱。太多的周旋还不会收敛，我找不到原因。我假装前来握着翻翻你的从前，别在意我在你回忆里变得好暗，像是影子和光走散了你落的无暇，成全离开也是为爱，正所谓是落个圆满，找时间来握着翻翻你的从前，我们从不必会说再见，为了再见，最先忘记的并非你的样子，而是缺点，拖着回忆赴一个人的约。画面上我一个人在左边。
浪，我多慷慨，用尽力气还是要松开。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之前赶回来。怎么办？我要在你离开时说爱。太多的周旋还不会收敛，我找不到原因。我假装前来握着纷纷你的从前，别在意我在你回忆里变得好玩，像是影子和光走散了你我的无暇。成全离开也是为爱，正所谓是落个圆满。找时间来握着纷纷你的从前，我们从不必会说再见，为了再见。最想忘记的并非你的样子，而是缺点，让我留在还有你的昨天。记忆里你会爱我多一点。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歌曲唱罢，所有的观众都在喊着好听。这样，这首歌有没有给你留下记忆点？有没有走到你的心里？各位观众以及我们的行业团各位老师，进入你们的投票环节。如果这首歌已经在你的心中挥之不去，请按下1。各位，请选择。投票截止。卓璇，哲哥给到你的帮助大吗？这次合作？我觉得哲哥首先在专业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然后在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也给足了我空间去发挥。大家觉得卓璇的外形这个柔柔弱弱的哈，其实他蛮刚的。哦，他跟你刚起来了？因为他其实面对很多事情做任何决定，其实都是很快而且很刚的。所以我希望，其实透过这首歌，也让他去展现在音乐上面他的刚的这一面。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画面感，可能因为他们两个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唱出了不同的情感上的表达。哲哥的那个声音就像一根那个琴弦一样，就时刻好像在你这儿搓你，搓泥揉弦。哎呦，真专业，我的天！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很打动人。然后今天卓璇是很严重的感冒，一唱出来那个小鼻音别有一番风味儿啊，就是感情满满。然后很感谢在有歌第2季就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作品。谢谢碧晨姐。我们哲哥这个一张口，这个音色直接就会把你拉进那个画面里，就会让你很沉浸。然后卓璇也是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流畅度啊，包括情感输出非常的满。而且这个歌叫记忆点嘛，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对，因为这个副歌一出来就会让人记住。我觉得这个歌是非常棒的一首歌，很喜欢。有机会找我的好朋友张碧晨，我俩去翻唱一下。哎呦，我以为你要找姚小棠唱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首歌啊，大家有什么想点评的？梁老师开口之前，我先跟您说一句哈，您一拿话筒哈，卓璇在边上说，完了，梁元老师完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卓璇感冒了要用东阳光药，
快一点好，好吧？谢谢元儿哥。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感冒唱歌的这种感觉。我今天可能说一句没有那么恰当的话，如果你感冒能唱得这么好，你就别好了。对，因为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些小的设计，比如说你会爱我多一点，这边有一些停顿和叹气。爱我多一点。这是哲哥给你的意见吗？其实哲哥昨天跟我说过一些小的语气的设计，给了我一些灵感，所以我就突然想到可以在某一些小的细节和尾音的地方，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口语化的设计。对，其实这个能看出来你在里面是用了一些新的，但是从语感的角度来说，画面剩我一个人，这个地方做一下停顿，在左边更好。但是我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这里刚好就是一个气口，就是它没有办法从在的前面去断开。它后面最后一句记忆里你会，这里一个小叹气，爱我多一点，这里非常的完美。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效果。大家已经纠结在这个叹气的整的这个事情上面。我都忘了我是在哪儿开的呀？因为为什么要纠结这个啊？因为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抓到了啊，那就把这里我们当做歌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去打啊。我觉得卓璇需要在每一首歌里面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去衔接，它会更有记忆点啊。唱得很好，加油！好，谢谢老师。我就在这里想说一说两重唱。两重唱，我们在情绪的程度上的一个呈现，它需要去产生一种1+1大于2的效果。那么今天我刚才觉得整体的这首歌的呈现是非常不错的。谢谢老师。4位行业团的老师，你们刚才啊有给这首歌投票吗？我们都投了。哇，谢谢老师们。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记忆点到底能获得多少的共鸣值？320票。320票啊！因为是第一组登上舞台的音乐人，所以目前暂列第1位。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卓璇，也送给哲哥，谢谢2位。每次听到这种打动人心的表演，都觉得音乐像一份礼物，可以瞬间抚慰人，让人觉得心里有些东西被稳稳地接住了。是的，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踏实感。眼下流感季，提醒彼此注意防护，心里就能稳当一分。这份稳当离不开专业的守护，就像东阳光药19年专注流感领域，这份专注就像是流感季里一份安心的承诺。没错，把健康守护放在心上，才能更安心地享受此刻。马上有请到的下一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刘凤瑶、于文文。这次和于文文老师合唱的歌曲是我写的，叫做《哪儿凉快哪儿去》。这首歌是我觉得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个人态度。你可以认为自己哪儿凉快哪儿去，你也可以认为别人哪儿凉快哪儿去。所以我觉得更适合我和他来一起完成这个舞台。最初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是说我自己的，就是你看我不爽，让我走吧，因为跟我的性格呢也多少带点关系，很难改。其实我心里都有数，但是我就可能不愿意表达。我认为性格是可以改的，虽然你刚刚说它很难，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那个东西，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明白。今天咱们就放开了唱，中间可以多点互动。
就我们俩一起合的时候，对你只要看到我就咱们俩就会。不要扭来扭去，对，你也不要你状态硬一点，硬气一点。是硬气一点，就是帅一点，但不油腻的帅，不要有那种。这种这度很难把控。不，可以的，你可以的。You got me loser， 谁在乎你？多点动作。对，你要比如指啊，然后踢啊，然后多释放一些舞台上的那种张力。放开了唱，该甩手甩手，该踢脚踢脚，对该指人就指，就冲着那些你看谁不顺眼就是谁。我觉得他说的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对，争取让自己在舞台上多展现，然后希望让这首歌曲可以跟更多人产生共鸣。惆怅越是夸张，越显得时尚。他说诗和远方早似于金光，其实和爱情没两样，不止恶的话，一不小心爱上，又真的发光。I'm thinking thank you, what is wrong? You got me loser， 凉快拿去，麻烦别歇斯底里，我懒得奉陪到底。You got me loser， 谁在乎你？难道说赌一口气就当无主人头地？请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那凉快就往哪去。You got me loser， 有人有语，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了开到荼蘼。慢慢等一下，别说话，我害怕，不结巴，是的怕了哪里凉快带哪去，哪里让你满意哪里爱都给放弃，管你这里还是哪里跟我什么关系？最好闭上嘴巴，哪里凉快带哪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出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七七八八我们上天把嘴闭了，继续唱着稀里哗啦密密麻麻，慢等一下，别说话，我害怕，我不是结巴，我怕你噎着，请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那凉快就往哪去。You got me loser， 有人有语，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
接下来，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给它投票。各位，按1号键选择开始。投票时间到啊！我先对凤瑶说一句，你还真得有一个文文这样的人，狠狠的把你往前，都不是推一把，是踹一脚的那种。哎，还真是。这首歌文文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你觉得你这脚踹的够不够狠？我现在想说，他是一个全能的歌手，包括我们在设计整个舞台的肢体的表现的时候，我就还跟他说：“你该指就指，看谁不顺眼。”我今天指2次，是吧？你指谁了？指梁元老师了。这个躲多远？你看。多半是漫无目的，哪凉快就往哪去。 2季不同的梦瑶，哲哥有变化吗？这是要谢谢文文，还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踢的不够用力之类的？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凤瑶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创作人，所以呢，我会希望就是真的接下来你就是好好的帮自己写东西，你自己来诠释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给别人了，让我们多看到歌手刘凤瑶。好的，谢谢哲哥。接下来，你手指的方向啊，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行业团对于这首歌的一些评价了。行业团，其实有的时候也指一指，也是算一种台风啊，元哥。这个舞台有70%的功劳，你要谢谢文文。这是真的。对，我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看过你所有舞台里面最好的一个舞台。吓死我了。凤瑶，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在小考的时候，我对你说了一句挺狠的话。我当时的潜台词就是说，歌手这个你还不太够。但是今天呢，我收回这个话，希望像凤瑶这样优秀的创作人，不断的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到。谢谢，谢谢。行业团各位老师，有人没投票的吗？影子老师没投票。难道你们都投票了吗？哦，我以为有人跟我都不是英雄啊。OK， 那说出来是要勇气的啊。这个表演在准备的时候，我们看到文文他们的装扮，还有 guitar 等等然后苍老师跟我说，这一定会是一个你怎么说来着？张力拉满的舞台。但是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什么张力。我看到这2个人若即若离，相敬如宾，这是我的表演体会。那主要的是刘凤瑶的表现。有很多人的他的使命就不是站在舞台上的，用这个方式去表达的，他可能就是在写作，在创作。至于说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唱作人，作为一个表演者，站在舞台上，接着往下走，我是不那么乐观和看好的。影子老师，我稍微维护一下啊，这已经进步很多了。是啊。我觉得我们在有歌这个舞台，尽量还是去帮助凤瑶。那依然，如果有一个最优选的话，我恐怕凭良心说，连他自己都不觉得那是他感到最 enjoy、最享受的地方。哎，这话真是刀子直接插你的内心啊！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影子老师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他说的也没错。只有修正的要求，对，我没有更高的要求。影子老师劝你认命。你不回应一下吗？都劝你认命了。就是我现在很幸运的是，我没有忘记初心，有这样的舞台可以让我来，所以你的初心是我爱舞台，我就想站在这个上面唱歌跳舞被大家看。
但是当代的对于表演者的一个要求是很高的、很全面的。我知道老师你在激我啊，但是一点没有曲折的想要激将你，希望你去成长为一个伟大的表演者，一点这个意思。我的原意就是说，我并不觉得这个很适合你，恐怕连你自己都不觉得很适合你。凤瑶，我想问你一下，刚刚影子老师对你说的这些话，你认吗？我当然不认了。对，好。我能说两句不？啊，当然，小亮哥。就是刚才这一幕，我其实在18年前我也经历过一次，也是这样，然后站在台上，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代表川音的老师来参加了比赛，评委给我说，你其实更适合就在学校好好的教书。然后当时我就给评委说，我说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唱歌的权利，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站在这个台上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让我来参加比赛。我没有说他没有唱歌的权利，唱歌不需要权利，想唱就唱。影子老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因为刚才像舞台上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对不对？但是你给了全全非常多的包容，为什么在凤瑶的时候你就一下子180度转变？我就觉得哇，为什么？我在谈的是成为一名职业歌手的，他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职业歌手。他出道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歌手，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做了幕后。但是他的内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想做职业歌手的梦。我觉得其实，既然有歌选择了他，觉得他身上真的有做歌手的那个魅力，反正我是非常支持你的啊。有的时候沉默不代表认可，只是我懒得去跟你较真儿。你说我是有情绪吗？一定会有的，情绪来自于我的不认同，但是我的不认同和我的表达方式是两码事。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面对一些对你指责、批评的这种话语的最大的回馈方式，就是用你的作品说话。这个舞台就像这季的发起人哲哥的期待一样，只要你有成为一个好的音乐人和歌手的梦想，你就可以来，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方方面面的声音可以给到你更全面的成长。这首歌最终在本轮获得了285票的支持。目前是排在第2位。再次，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凤瑶和于文文。新年伊始，我们特别联合东阳光耀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温暖的音乐企划——健康留声亭活动。关注有歌节目官方账号与东阳光耀官方微博，了解健康留声亭的最新动向。你的声音与故事将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有请出下一组音乐人。微博搜索有歌话题也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参与话题页内互动，还有独家惊喜放送。那个 power 就是直冲我们观众。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是体现了音乐工业精密的合作程度的一个最棒的舞台。真厉害，真能唱，好难啊！一切都是以舞台、以音乐为优先级考量。你是要在这儿当主角的，不要在这儿客气。难道我们把娜娜拖得很好，不能体现出我们的好吗？总结一下就是烂俗。所以老师，你今天说的这些我不是很认同。最后他获得的共鸣值是